台独分子们知小理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大陆靠福利政策是买不回台湾人的心的。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必须打击台湾的经济，但要等待时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大陆继续实施 ECFA， 让台湾松了一口气。最近呢，一则大陆的消息让海峡对岸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12月15号呢发布了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这个里面明确的提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已完成降税，继续实施协定税率。因此台湾媒体解读为 ECFA 将会在明年继续实施。海峡两岸在2010年6月29号签署 ECFA， 经台湾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以后，在9月12号生效。协议规定呢，双方自2011年1月1日起实施议定的税率，大陆给予台湾商品关税减免的优惠。根据台湾经济部门的统计， ECFA 生效后的10年，台湾因此享有的关税减免高达66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对大陆的商品的出口。到去年9月12号 ECFA 已经生效满10年，从那个时候起台湾就陷入了惴惴不安之中，因为两岸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10年之前。由于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两岸关系已经是急转直下。再加上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台湾成为美国抑制大陆崛起的一张王牌，而且民进党当局是很乐意充当马前卒。因此台湾的经济界是非常担心大陆会取消 ECFA。 从目前来看，大陆在短期内还是会延续 ECFA 的实施。有很多网友认为我们通过 ECFA 协议降低台湾商品的关税，让台独分子一面进行了台独活动，一面又轻松地赚着大陆的钱，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这种想法部分正确，部分错误。说这种想法有错误，是因为大陆对台湾有依赖。台湾对大陆输出商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半导体芯片，以台积电为首的台湾半导体产业链掌握着国际领先的技术，而这又是大陆的弱项。因此呢，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有所依赖降低关税有助于降低我们大陆下游电子厂商的成本。因此 ECFA 协议对大陆是有好处的。但是另一方面说的也对，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得台独分子更加的得意猖狂，认为大陆不敢把台湾怎么样，从而更加嚣张地进行台独活动。从经济数据来看呢，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性极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1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字，今年1月到10月份，两岸进出口的总值达到2662.9亿美元，年增长 27.8%。其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2028.4亿美元，年增 26.6%。台湾从大陆进口634.4亿美元，年增 31.7%。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3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131亿美元增长了263亿美元。根据台湾公布的数据，如果扣除对大陆的贸易顺差，今年前11个月台湾的贸易是逆差，也就是说，除了对大陆地区以外，台湾对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总体是逆差。这说明是大陆在为台湾的经济输血。而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估计，受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产业火爆的影响，预计今年台湾经济的增速将最终达到 6.09%， 人均 GDP 将达到创纪录的 3.28 万美元。明年的经济增速也预计能够达到 4.15%， 而大陆去年的人均 GDP 是刚刚突破1万美元。但是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并没有让台湾人更加向往统一。从近年来台湾各种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来看呢，台湾人对独立和保持现状的支持
占绝大多数，对统一表示支持的台湾人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也很清楚，那些支持保持现状的台湾人，实际上也是因为害怕大陆的武力而已。如果大陆保证不武统，他们大部分都是要支持独立的，并且台湾经济发展的好，能够为民进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其支持力，不断的巩固台独的基本盘，同时还能不断的购买美国的武器。台湾比大陆越富裕，台湾人就越不愿意统一。台独分子们知小理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大陆靠福利政策是买不回台湾人的心的。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必须打击台湾的经济，但要等待时机。等到大陆半导体产业链成熟起来，终止 ECFA 协议是肯定的，绝不能让台湾继续靠大陆的输血来补贴台独。大陆已经开始对台独分子的经济后台进行精确打击了。不久前，大陆公布了部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并开始对一方面在大陆挣钱，另一方面对台独分子现金的台湾企业进行了惩罚。一些台湾企业已经开始与台独政客开始做切割，台独分子们已经开始感觉到疼，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精准政策的出台。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